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来讲泰国的精准预言大师帕莱，他精准预测了缅甸大地震，并对2025年呢做出了10大预言。泰国预言大师帕莱呢，近年来在泰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呢，对其精准的预言而名声鹤起。尤其是在2024年年底呢，成功预言了2025年呢3月将会发生缅甸和泰国的大地震。他的预言呢，更是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在2025年的3月28日呢，一场震撼世界的缅甸泰国大地震突然发生，其破坏力之巨大呢，影响范围之广，令人胆战心惊。然而呢，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早在半年前呢，一位泰国的神秘的预言大师呢，就已经精准的预言了这场灾難。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一段预言的谈话内容呢，还被清晰明确的记录了下来。จะเตรียมตัวไม่ต้องย้ายไปอยู่ต่างจังหวัดหรอกค่ะแค่ย้ายขึ้นเลยชั้น3ชั้น4ขึ้นไปแค่นี้ก็น่าจะ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วแล้วก็อีกอย่างนึงเรื่อง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กินมันจะมีทั้งติดเชื้อด้วยแล้วก็โดนน้ำท่วมด้ว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ไม่มีผักไม่มีอาหารทานกัน因为这位预言家是一位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做出的预言。当主持人问他呢，明年可能会发生天灾人祸有些什么的时候呢，他提前便道出了这段惊人的预言。这位泰国的预言家正是知名的女神算帕莱师傅。在2024年12月呢，男主持人就向这个帕莱师傅请教说，你认为2025年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帕莱立刻就回答说，在2025年的上半年将会发生大地震，震央呢将会在缅甸地区，但是呢，泰国曼谷也将会受到影响，有些建筑物会倒塌，高楼公寓呢也将会出现问题，也将会有很多人被困，甚至医生呢在医院开刀的时候就会被中断。这个情景呢，就像是电影中的画面一样。而主持人紧接着就追问嘛，那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呢？帕莱师傅回答说会发生在2025年的上半年。主持人又进一步确认说，那是在2025年的3月到4月之间发生的事情吗？那帕莱师傅肯定的回答说，是的。而当时的这个节目画面就显示呢，当时的主持人脸上似乎还带着一丝的质疑和嘲笑。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4-5个月以前的预言竟然在3月28日应验了。网络上迅速就流传开这段记录的画面和视频片段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泰国的帕莱师傅的一番话竟与缅甸大地震当中的灾难场景完全吻合。帕莱师傅表示呢，这是神佛给他看到的一种景象，一种意象。因为泰国几乎没有地震再加上神佛所示的这个灾难场景过于震撼，原本他是不太敢说出来，是在主持人再三的追问之下，他才缓缓的道出。此外呢，帕莱师傅还在其采访节目中做出了以下的补充预警。他还提到了5行之中的土呢，则是代表地震。一旦土的问题发生之后呢，接下来就要担心水的问题了。他也在节目中有些欲言又止的表示呢，水灾的情况将会比火灾更加严重，并且呢，震后也要特别小心水的问题。他说的是，地震只是一个开始，那接下来的水灾呢，也是很严重的。但是你并不需要逃出城市，不过最好呢，你要搬到3楼以上的住宅上面去。以后呢，也要把你的东西放得高一点，因为他说之后的食物呢可能会很短缺，因为水呢将会不干净，大家呢也只能吃罐头为生了。当你听到这位泰国的帕莱师傅的预言所描述的场景的时候，是不是立刻就联想到了日本漫画家龙树亮曾经在我看到的未来这本书中所预言的海啸的场景？据说这位帕莱女师傅她的预言呢，并非每次都会应验，但是这一次她却准确地命中了缅泰的大地震，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此外呢，她曾经在梦中还预见了不少的事件，例如呢，2019年到2020年期间的这个泰国瘟疫以及一些有关于火灾的警示，结果呢也都一一应验了。那么接下来这位泰国的帕莱师傅的预言他说与水有关，这不禁就让人联想到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他所看到的画面是否与这个龙树亮在预知梦中所看到的是一样的呢？因为龙树亮说在2025年的7月份会有一场大灾难，难道他们之间所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吗？这一点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虽然泰国的女神算帕莱师傅呢表示在泰国地区的民众并不需要撤离，只需要将一些物品搬到3楼或更高的地方，但是这是否也暗示着洪水可能会淹没到1、2楼呢？而这一次的大地震，他其实在节目中也提醒民众要把贵重的物品放到银行去，因为他说有些房子可能会倒塌嘛，而导致贵重物品被压在废墟下就找不到了嘛。结果这些财富确实也被震垮了，也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呀。如今呢，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应验，所以这个帕莱师傅的预言能力呢，一方面令人佩服，另一方面呢，也令人感到心惊胆战。所以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泰国女神算帕莱师傅对2025年的10大预言。
第一个预言他就说，全球范围内的水灾风险呢会显著的增加，部分地区呢将面临灾难性的洪水。所以帕莱师傅呢，他多次强调在2025年水的问题呢将比土，也就是地震的问题更为严重。他预言呢，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以及一些地势较低洼的沿海地区呢，将面临显著的增加水灾的风险。部分的地区可能会遭到超出历史记录的毁灭性的洪水，而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他特别提到了季风异常、极端降雨以及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就比如说水坝崩溃海啸等等，是导致水灾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那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极端降雨事件的增多，以及地震可能对水利设施造成的潜在破坏，这一预言呢是具有一定警示意义的。尤其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对水库堤坝等设施的安全性进行全面的检查加固是尤为重要的。而沿海地区呢，也更应该警惕地震可能会引发的海啸的风险。那第二大预言呢，他就说东南亚地区将面临持续的极端天气，比如说高温干旱、暴雨会交替的出现。帕莱师傅就说呢，2025年的东南亚地区将持续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长时间的干旱以及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和风暴呢将交替出现，对这里的农作物、水资源供应以及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他还提到，这种极端天气的频繁切换将导致农作物欠收、水资源短缺以及洪涝灾害的频发，加剧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性。而且东南亚地区本身就属于气候多变地区，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显著，所以更容易出现高温、干旱、暴雨等这种极端天气的增加嘛。所以这个帕莱师傅的预言与这个气候科学的预测趋势是相符的。那第三大预言呢，他说某种新型的病毒或者是传染病呢将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所以帕莱师傅还提到说，这种疾病可能具有传播速度快、致病性强等特点，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他还暗示这种新型的病毒的出现可能会对环境变化、动物与人的接触增加因果关系，并呼吁呢各国加强疾病监测和防控合作。那近年来呢，全球范围内新发现和再发生传染风险呢一直都有，所以新冠病毒的爆发更是结合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所以帕莱师傅的这一预言提醒人们有潜在的新型的疾病风险，所以我们需要高度的保持警惕。那第四大预言他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大，部分产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衰退。他说比如说能源企业、制造业等等可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衰退。他提到地缘政治冲突高通胀、供应链中断以及新兴科技的冲击等因素呢，都将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这一预言呢，与许多的这个经济学家的分析不谋而合。在2024年呢，全球经济已经面临诸多的不稳定性。进入2025年呢，这些风险因素可能会持续的存在，甚至加剧。所以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呢、升级的压力，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呢，也存在诸多挑战。所以帕莱师傅的预言呢，是提醒人们关注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并做好这个经济下行的准备。而第五大预言呢，就是帕莱师傅说泰国南部地区可能会面临一次不寻常的自然灾害，但并非是地震。而网络上的人呢，就对此呢有很多的猜测，包括强烈的风暴异常的海啸或者是其他未知的自然现象。他可能是建议泰国南部地区的居民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官方讯息提前做好防范。由于他之前成功预测了泰缅大地震，所以人们对他这次警告也更加重视。所以泰国南部地区的就很容易受到比如说热带风暴的影响但不寻常的自然灾害的性质呢，仍有待观察。而第六大预言他说国际关系将更加的复杂紧张，大国之间的博弈将更加激烈。他说在2025年呢，大国之间可能在这个经济政治、军事的各个领域展开。他提到呢，这种紧张的国际局势将对全球稳定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并可能加剧地区冲突的风险。所以再加上当前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调整时期，大国之间的竞争呢日益激烈，俄乌冲突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呢，都显现出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紧张性。所以这个帕莱师傅呢，这一预言与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基本一致。而第七大预言他说某种重要的文化或者是宗教场所将面临意外的破坏和威胁。帕莱就暗示呢，这并非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而是人为因素，例如恐怖袭击人为破坏。他就呼吁相关机构加强对这个文化和宗教场所的安保措施，以保护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近年来呢，全球范围内针对这些文物遗产的破坏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帕莱的这一预言呢，也就是提醒我们，有一些人为因素对一些场所造成的这个威胁是不好的嘛。
而第8大预言呢，就是科技领域将出现新的突破，同时呢，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帕莱就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然而他也警告称，这些科技进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例如伦理问题、安全风险，或是对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等等。因为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嘛，但也常常伴随着潜在的风险。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基因编程技术应用都引发了伦理和安全方面的担忧。所以帕莱的这一预言就是提醒我们，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其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加强监管和引导。而第9大预言就是说，社会层面将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动荡不安，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可能会上升。帕莱就说经济下行、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可能会导致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上升，并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事件。他就呼吁政府更加的关注民生问题，积极的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全球范围内的这些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一直都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的因素嘛。经济下行压力大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这些问题，而导致社会不满的情绪上升。而第10大预言呢，他就说个人层面需要更加的注重身心健康的发展，警惕意外事件的发生。帕莱就说在全球局势动荡、自然灾害频发的背景下个人更容易面临更大的压力，所以他就建议人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加强锻炼，更加的关注自身的这个心灵健康的问题，同时也要警惕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注意安全。本身也是你看我们现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2025的时代之中嘛，所以保持自身的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面对各种的压力和潜在的风险，积极的调整心态，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是应对挑战的一个关键。总结一下，就是2025年有很多不同的人士、不同的预言大师他们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的背景，不约而同的都提出了跨越国界的预言。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另一个重大警示正在逐渐的逼近呢？毕竟日本漫画家龙书亮在我所看见的未来的书中提醒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嘛。他就说2025年的7月会有灾难发生。那再结合这个帕莱师傅的水灾海啸，在预言的时间点上会不会有所重合呢？在探讨两者预言之间都指向了大规模的水的灾害的可能性，以及地震引发海啸的科学原理。而且这个帕莱师傅的灵性感知与龙树亮的预知梦是2种不同的预言方式的特点。再加上这2位预言家都警告分析说2025年的环太平洋沿岸的地区都可能面临潜在的水灾的风险。那第2个部分就是面对预言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我们应该保持理性思考不盲目的恐慌，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预言时保持冷静和理性的态度。同时我们要加强灾害风险意识，提高防患这个灾害的能力，多关注一些官方的预警信息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强调在关注未来风险的同时，更要珍惜当下的生活，积极的面对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每一天的挑战吧。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